今天我们来聊聊痛苦。这几年我发现身边的人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变得越来越不开心。那人为什么会痛苦？有人说因为这几年没钱了，但是看看韩国，人均的 GDP 已经远远超过我国，27年间都使得 GDP 增长了107倍，但韩国却在发达国家中拥有最低的幸福指数、最高的自杀率和全球最低的生育率。那我们为什么会痛苦？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作家余华在接受采访时曾经说，一个国家的痛苦可以选择记忆或者忘却，比如政府引导人们记住日本侵华的痛苦，记住外来侵略欺压中国的痛苦，却可以选择性的忘记或者不再提及新冠3年、6·4、文化大革命、3年自然灾害等等给我们带来的痛苦。而对于民众的痛苦，更多的也是自身切身利益相关的痛苦，比如3年疫情导致失去经济来源的痛苦，房地产贷款压力下与房价下降造成损失的痛苦，教育、医疗等等现实的痛苦。如果说政府的痛苦是历史性的，那普通民众的痛苦则是现实的差距。1939年，中国物理学家鼻祖叶企孙的得意门生26岁的熊大震放弃德国留学的机会，参与到八路军抗日的队伍中，为八路军制造雷管、炸药、地雷等军用物资以及短波联络工具。因为国共关系的恶化，熊大震等100多人被打成国民党中统特务。熊大震被秘密处决的最后时刻，他为省下1颗子弹抗日，宁愿自己被石头砸死。到了文革时期，余华在《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一书中，曾对他的童年有过这样一段描述：人民武装部队的军人那时候十分贫穷，他们嘴馋的时候也会想到来池塘里捕鱼。他们捕鱼的方法简单粗暴，就是往池塘里扔1颗手榴弹，把鱼炸死、炸昏迷了，浮到水面上，他们就用网兜捞鱼。如果说手榴弹的命运在20-30年间的变化是历史的差距，那现实的差距却影响人们切身利益的差距。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世界 GDP 排名，2023年中国依然稳居第2，但人均 GDP 却在世界的70位以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贫富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生活的不平衡必然带来心理诉求的不平衡。当1000多万农民留守儿童还在为好好学习数理化、考上大城市能和父母团聚的时候，城市中小学阶段已经设置人工智能相关课程，逐步推广编程教育。即使同在中小学阶段学习的学生，也有学区、非学区、公立与私立的区分，发展方向和教育重点都会有所不同。而支撑这些多元的教育费用的，是我们这些80、90后的独生子女，从小孤独的长大，长大后没有了分配的工作，没有了分配的房屋，没有了社会的福利，还要成为高价房屋的接盘侠、高额房贷的奴隶，成为伴侣的依靠、父母的骄傲，还要成为孩子心中的榜样。每一个社会角色都让人身心俱疲，唯独没有了自己。这一切都逼得这一代不得停下脚步，并且要走得更久，因为注定会延迟的退休，让这一代人不敢生病、不敢死，让这一代人早已没有时间喘息。当新一批年轻人看到自己可能的中年未来，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并且差距越来越大，感受到即便努力也不能谋得体面的工作，父辈所向往的中年生活变得难以企及的时候，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生子、不消费、不买房的低配生活。2023年初到现在，预订寺庙景区门票的人数，90后、00后占比近50%。年轻人在上班上进之间选择了上香。中国也越来越开始显现出类似日本低欲望生活的特征，人口减少、超高龄化、失去上进心和欲望的年轻人越来越多，消费需求不足，投资意愿低迷，
无论是货币宽松政策，或者是公共投资，已经无法提升消费者的信心。年轻人对于买房、买车、结婚生子等等传统的消费和生活方式没有兴趣，更倾向于过简单、安逸、自我满足的生活。宅文化盛行，年轻人沉迷于网络游戏、动漫等等虚拟世界，缺乏社会的交往和责任感。男女之间表现出对异性的恋爱和性关系的冷淡、消极，导致婚恋市场萧条，生育率下降。我们的未来在哪里？日本经济持续低迷了30年，这当中有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金融系统的问题、基本经济结构的问题等等。这些与中国的情况也相类似。中国目前为了刺激经济采取的降低利率、量化宽松政策也是收效甚微，也和日本一样需要面对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和日本不同的是，日本在各种经济政策刺激下，老百姓是有钱不敢花，年轻人要攒钱防老，老年人是有钱但对生活和未来不安。日本的经济学家提出一系列对老人的保障政策和理财教育，让老人放心享受生活，重拾对未来的希望。我们暂且不分析增加国债的财政政策、降低利率的货币政策以及不断印钱的量化宽松政策是否能对中国的刺激经济起到作用，单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分析，中国养老金的缺口巨大。中国人在一波一波韭菜被收割以后，早已经没有多少储蓄了。中国的消费降级，不仅是对未来的不安，更是对现实的无奈。当努力失去意义，睁眼所见皆是无望。